通知廚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通少。今日通知廚房燒味部推出新產品港式燒鴨髀，係咪夠晒靚仔吸引呢？我哋呢啲要返工同湊小朋友嘅，當然就冇咁多時間同精力去整成隻燒鴨啦。改用燒鴨髀去做嘅話，除咗好味道之外，做法亦都會簡化咗好多。我用嘅係一般超市買返嚟嘅急凍鴨髀。喺整之前嗰一日，我就已經放咗喺雪櫃4度嗰格解凍。解好凍之後，就將個包裝袋拆走，然後用清水將佢洗乾淨，再抹乾佢就可以用㗎喇。然後就去準備啲上皮水，將指定份量嘅水、白醋、大紅浙醋放喺一個可以受熱嘅器皿入邊。然後就將個器皿放上去已經煲咗滾水嘅煲上邊，隔水咁樣再溶啲麥芽糖。上皮水入邊嘅麥芽糖溶晒之後，就將佢放埋一邊攤凍備用。然後我哋準備一個鋼架，打斜放喺一個鑊入邊，再將頭先洗乾淨嘅鴨髀平排咁樣放上去。冇呢一隻鋼架嘅話，你都可以用返普通嘅蒸餸架去做。將啲啱啱煲滾嘅滾水淋喺啲鴨皮上邊，令到啲鴨皮收縮，然後就用啲乾淨嘅廚房紙將佢哋抹乾。放啲鴨髀喺啲焗架上邊，就可以避免熱水灼熟鴨髀底部鴨肉嗰部分。啲鴨肉灼熟咗嘅話，就好難醃到佢哋入味。喺上鴨皮水之前，用啲廚房紙將鴨皮表面抹乾多一次，確保鴨皮表面所有位置都冇一滴水點留低。趁啲鴨皮上邊啱啱淋完熱水，仲係暖暖地嘅時候，就薄薄地搽一層上皮水上去。鴨髀底部鴨肉嗰部分，盡量唔好掂到啲上皮水。掃上皮水呢個步驟至少都要做2次。有時間學我咁樣掃夠4次嘅話，出嚟嘅效果就更加好。每次都要等到啲鴨皮乾身之後，先可以再掃上皮水上去。為咗加快整個嘅流程，上完1次上皮水之後，將啲鴨髀立即放喺4度雪櫃入邊，大概雪佢20分鐘。鴨皮表面就應該會夠乾身，可以游多層上皮水上去㗎啦。要啲燒鴨髀焗出嚟超級靚仔嘅話，呢一步絕對要耐心啲做好啲先得㗎。做完上皮水呢個步驟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準備燒鴨嘅調味料。為咗令到個醬汁味道更加好，我會額外磨啲薑蓉落去。另外，我亦都會磨啲紅葱頭嘅蓉落去，將佢哋磨成蓉嘅話，可以令到佢哋嘅味道更加突出。咁當然，如果你嫌麻煩嘅話，就咁普通將佢切粒都勉強可以嘅。咁之後我哋就加返啲濕嘅調味料落去，再將佢哋完全攪勻。醬料攪勻好晒之後，會結結地咁樣嘅。如果你發覺你嘅醬料比我更加結身攪唔喐嘅話，就不妨自己加多少少水落去開稀佢。最後呢，我會用手將啲八角搣碎加落喺啲醬汁入邊，另外亦都會用鉸剪啲桂皮嘅碎落去。如果你真係嫌麻煩嘅話，係可以唔做嘅，不過個味道就可能會差少少。最難最麻煩嘅步驟我哋已經處理好晒啦，剩低落嚟嘅步驟就十分之簡單啦。依家就將頭先上好上皮水嘅鴨髀反轉佢，放喺已經鋪咗牛油紙嘅焗盤上邊，然後將頭先攪勻嘅醃料平均咁樣搽上去啲鴨髀肉上邊。
每隻鴨髀平均搽完啲醃料之後，就反翻轉佢放喺個焗盤上邊，然後就可以放入去4度雪櫃入邊，冇遮冇掩咁樣風乾至少12個小時。又或者學我咁樣，預早一日整定啲鴨髀，放佢哋入雪櫃嗰度雪夠1晚，分開2日嚟做，做法變得更加輕鬆。風乾夠12小時之後，就拎啲鴨髀出嚟檢查下，啲鴨皮應該好似打咗 Botox 咁，用手摸落去，你會發覺啲鴨皮非常之乾爽，同埋非常之結實。焗鴨髀之前嘅30分鐘，我哋要將啲鴨髀喺雪櫃嗰度攞出嚟，放喺室溫嗰度等啲鴨髀回暖。如果唔係，會影響烤焗嘅時間。另外，我哋要反轉啲鴨髀，將鴨髀底部嗰啲醃料用一張乾淨嘅紙巾輕輕咁樣抹走佢哋先，費事一陣間焗嘅時候太多醃料喺度會焗燶我哋隻鴨髀。記得反轉佢嘅時候要小心，唔好俾鴨皮表面掂到啲醃料啊！如果你買翻嚟嘅鴨髀比較大隻，擔心佢太大件好難焗得熟嘅話，可以喺鴨髀嘅底部用鉸剪剪開幾刀，咁樣你跟翻我嘅時間同溫度去焗，就一定會焗得熟噶啦。處理好鴨髀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開咗個焗爐，將個焗爐預熱好先。焗爐預熱好之後，我哋就將啲鴨髀放上去已經鋪咗牛油紙嘅焗盤上邊。我哋最後檢查一下，要確保鴨皮上邊冇任何嘅醃料，然後就可以用指定溫度同時間，先將啲鴨髀烤焗一次。至於你話用氣炸鍋，想知道烹調嘅時間同溫度，就記得去我文字食譜嗰度睇一睇啦。鴨髀焗好第一輪之後呢，就係咁嘅樣啦。而家就喺啲鴨髀上邊薄薄地掃一層油上去，根據翻我提供指定溫度同時間，再焗多佢一次，焗到佢金黃靚仔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各位觀眾，港式燒鴨髀焗好啦！哇！你睇啲鴨皮焗得幾靚仔？點啊？係咪流晒口水，好想咬一啖呢？等我切一隻鴨髀俾大家睇下入邊咩樣先。見唔見到啊？真係爆晒汁㗎！大家快啲跟我試一次啦！比起整全隻燒鴨容易好多倍，而且成功率又高。記得大家處理鴨皮嘅時候要打醒12分精神，只要將鴨皮處理得好嘅話，焗出嚟嘅鴨髀就一定會完美。如果睇完我條片仲有咩問題嘅話，記得留言俾我，我一定會盡力為大家解答㗎。材料正確嘅份量、食材嘅牌子同埋相片都可以去我文字食譜嗰度揾到。喺呢條片嘅煙火就有呢個食譜嘅連結提供俾你去參考㗎啦。通知廚房嘅專屬網頁仲有更多免費嘅影片同食譜分享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要俾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仲要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我新片一出先可以通知到你㗎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